好，今天我们来简单玩一把勃艮第，因为最近连续更新实在有点太累，就不和大家保证火速更新下一集了。硬币还是5000，大家能投到的话就接着跟啊。关于这个勃艮第，我实在没想到它和比利时有什么关系。玩欧四的时候，勃艮第确实控制了比利时这一块，但是为什么不是法国来变呢？按照国策的描述，弗拉芒的黄金时代是我们控制勃艮第公国的时候，看来弗拉芒人无不怀念我大伯啊。这么一看，比利时的国策也挺简单的，我们想倒车倒回勃艮第的话，只要国策一条线往这边点就可以了。开局还是老三样，前期因为我们是这个一战胜利者所以造不动军功，就造点民工吧。关于比利时开局的编制还是挺神奇的，除了有不同颜色的马之外还有可以环法的自行车还有让我特别意外的轻坦肩。刚开始我也没想明白这个比利时好好的在每个部队里面塞一营轻坦肩到底想干嘛。后来查了一下，这个比利时在二战开始前确实是装备了坦肩的，而且它这个坦肩比较奇特它这个炮是倒过来装的，想要开火的话得倒着开。我们在游戏里也能看到它的模型还原的还挺像的这个炮是装在这个车后面的。不过这个属性嘛就有点太勉强了，但是打打德军前期的装甲还是很轻松的。总的来说，这个坦肩有点东西，但是我不需要，我们只要可以环法的自行车就够了。开局刚果也有一些编制，小弟的部队可以帮我们节省一点人力，不过他这个编制太小了，我们前期也没经验改，就先不用了。提前选举，直接组建民族团结政府，让国策自动完成。接着调查一下贿赂指控。前期挺缺陆军经验的，先安排一个堑壕大师。防御大师他不能给黑色政体用，所以就不点了。这个腐败丑闻给我们扣了每周 0.1 的稳定度这个稳定度掉的还挺快的，得赶紧把政府换了。前期的顾问我推荐安排这种带稳定度的，我们前期很缺稳定，他还能给我们提供政治点。1936年的选举自动帮我刷了一波法西斯的支持度还挺有用的。接着就是我们的王家钦点环节，因为范泽南辞去了总理职务，所以国王利奥波德要亲自宣布就让我们这个雷克斯主义党的莱昂德格雷勒来恢复一下法律与秩序。接下来我们这个国旗就变得很抽象了，我也看不明白。之后就是点这个支持弗拉芒国民联盟了。虽然我想大规模制作环法自行车，但是它这个编制里面没有你给我自行车编制，但是不让我加自行车，我是没想到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只能简单做点步兵师了。开局给的这个步兵师编制还可以，那就用它了。到了1937年的1月份，我们就成功变成了黑色政体变黑之后，能不能在法国进同盟之前拿下，我也测试了。法国是必然会在37年年底加同盟的，所以我们这个正当化根本来不及。只能说这个比利时还是太中立了，我们先放弃一下。目前点数先来一个有限征兵吧，人力实在不够用了。放弃中立之后立刻准备动手虽然说点这个国策也能直接吃卢森堡，但是下面2个一起吃比较快。如果准备提前登陆英国的话，这边可以点一个运输舰，虽然我们也登不上去可以点着试试。考虑到接下来要压抵抗，我们先建一个情报机构。在比利时的顾问里有一个加双特工的策划者，还是很离谱的。军官团这边可以优先把这个政治忠诚还有国家服务军队都安排上，能帮我们再拉一点稳定度。国策好了之后，我们直接双线开战，主要是防止我们单打一家被这个英法饱读这边切一个激进的作战计划，直接开冲。光速消灭河南之后，我们来讲一下地怎么吃这个河属东印度也是跟着一起投降的。那这样我们这局的橡胶就不缺了。首先把本土给吃回来，这是我们的核心，然后把船也吃走，这样的话就有船登陆英国了。之后就是把剩余的地全部傀儡掉，傀儡之后我们再接着吃工厂
工厂吃完，我们再吃资源。这个橡胶还是捏在手上最好。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成功的把这个荷兰吃干抹净了。然后我们再反手消灭这个卢森堡，也是直接吃。目前来看，我们手上700多单位的橡胶啊，可惜是运输船运回来的。到了37年的10月，法国和英国稳定结盟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办法单打法国了。我目前还没想到什么好办法能在英法结盟之前消灭法国。我们很快就凑齐了3间谍，如果想多吃点工厂，就早点做合作政府，不过现在也来不及了。这边先点一个广播宣传，点完之后我们战争支持度就超过50了，接下来就是存到150开战神经济了。这边把主力师再改编一下，我们现在火炮挺多的，做这种30宽的编制应该够了。点完大河南之后，我们就是索取加莱了。索取加莱有3种方式，分别是以战争威胁，用刚果来换，或者提供经济补偿。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加莱，就是奔着打法国来的，所以没必要和法国交换啊，直接以战争相威胁就完事了。啊，这个剧本不太对啊，正常情况他是会拒绝的，我们得重新随机一下。这边为了展示容错啊，我们还是切回去，我们用经济来补偿吧。不对啊，是不是我这局兵造多了呀？那刚果呢？还是接受了，你就是不要加来是吧？那就算了，可能是尾随机的问题啊，我们就接着点吧，反正再点2个国策也是一样的打。接下来科技的话倒是可以往飞机这方面走了，我们这局不管是打海战还是打空战啊，都很有用。到了这个1938年的5月份啊，我们总算变成勃艮第了啊，这个颜色也变成了勃艮第经典的这个深红色啊。德奥合并之后，流亡的奥地利人为我们效劳，可以给我们加一个地区 buff。到了8月份，总算点完了这个进一步让步，这样的话，我们直接获得了战争目标，没什么好说的，直接开战。接下来国策，我们先拿一个科研槽，然后再去点工业方面。打的有点太激进了，还是不小心损失了一个师啊。接下来的话，我们先不打英国啊，英国这个根本登不上去，先把周围海域全部禁了。我们先拿这个法国发展一会儿啊，
占领政策先切成秘密警察，想要压住法国的抵抗还是很困难的。我们现在稳定度也不是特别高。之前问土豆猪，他说可以用这个重坦师来压，这样会少死一点人。具体方案就是随便设计个重坦，保存之后，我们再搞一个一坦师编制啊，就做一个重坦就行了。然后把占领编制改成这个重坦师。接下来我们的部队火速前往意大利啊，赶紧把这个意大利也给它灭了，只要45天。我们已经进了轴心国阵营了，所以不怕意大利进轴心国。拿下意大利之后，我们就有大量的舰船了，应该是能和英国拼一下的。拿下法国之后，我们库存里面一下子多了许多卡车啊，现在也可以用卡车运补给了。就是这个海域还得禁一下，防止被劫船。这边再火速赶制一票自行车师啊，来帮我们守一下海岸线，正好来一个环法大赛。这边可以验收一下我们的镇压效果啊，在没有改这个重坦师之前，我们用骑兵镇压是损失60人力。现在的话，虽然这个资源会被破坏，但是人力损失只有3了。因为法国有不少地是我们的核心领土，我们这边还可以先造河，这些河造完之后，这些地区也不会闹了。接下来国策先把这个黄金储备点了，这个还是挺不错的。好，到了10月28号，总算正当化好意大利了。就在刚刚，德国把这个苏台德给吃走了，都已经打成这样了，英国还绥靖，我是没想到的。这边直接宣战意大利，然后拉德国进战啊，帮我们打一下意大利。因为正当化花的时间太长了，意大利已经把部队填过来了，这个左边打不进去了。那只能看德国从右边打了。德国现在已经进战了，我们直接把这几片占领区交给德国吧。这些地我目前也打不下来，刚刚没打进去，主要也是我们部队太拉了。这边赶紧给我们部队紧急加强一下，去掉一个步兵营，换上一个中坦啊。有了中坦的话，应该会好打很多。AI 喜欢针对玩家，在没有玩家的那一侧放的兵就很少了，所以我们直接过来偷鸡啊。
不得不说，这个版本 AI 优化过之后啊，防守非常稳健啊。不过稳健也是有坏处的，就是你守得好好的，突然就被全部包围了。把意大利部队全部诱骗到北方包抄之后啊，他的南方就没什么部队了，接下来就是等着他刷叛军了。这次南方王国没有刷在北方啊，不过可惜的是，这个南方王国是德国的傀儡啊，这个就有点亏了，纯帮德国打工了。打意大利主要是为了吃船，傀不傀儡无所谓。但是现在我们连这个吃船的分都没多少啊，有点难崩了。虽然说我们现在的舰队已经完全能够抢这个英吉利海峡的制海了，但是登陆还是比较麻烦的。我们这集就先录到这儿啊。如果想看的人比较多的话，我们再来讲一下后续该如何登陆英国。其实就算不用船啊，我们这个橡胶也是完全够造这个飞机的。具体怎么造，只要把这个航线给它开下来啊，我们这个橡胶过一会儿就全部运回来了。400多的橡胶造点飞机还是很容易的，随便造点海轰，把这个英国的船炸干净，我们想登陆也是没什么难度。